嗨，大家好，我是 SK。线上调查和测试就是 Online Survey and Quiz，可以让你筛选潜在的客户资料，达成精准行销。今天我们就来学一学如何用 Google 表单，就是 Google Form，创建线上调查和测试。首先，我们来到 Google Chrome， 然后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点这个 Google Ads， 然后选择这个 Drive。接下来点这个新增，然后选择这个 Google 表单，然后点这个空白表单。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希望你可以订阅和点赞，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的频道成长了。今天我想用这个 Google 表单帮我们的美容院做一份线上调查和测试，那我就把我的标题放在这边。这里你可以打上表单的说明。首先，我想把我们公司在社交媒体的封面照上传到这边，点这个 Add Image。现在我把第一道问题填上。这一些都是题目的类型。那这第一栏呢，是让填写人写上自己的名字嘛，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简答 Short Answer。那就填写人就可以把姓名写在这边了。现在进入第二道题目，我可以点这个复制，也可以点这个新增问题。第二道题目是填写人的生日。因为这道题目是日期嘛，所以 Google 就会自动的把这个题目的类型转换成日期 date。现在我来到第三道题目，Google 已经帮我把它切换成选择题了。这里我打上 Yes。这道题目呢，问的是填写人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如果他们是我们的客户，那有一些问题他们就必须要填。那如果不是的话，接下来的那几道问题他们就可以跳过。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我就要新增这个区段 Add Section。我把新区段的标题打在这边，然后点新增问题。这里选 Linear Scale， 因为我们的设定是在1到5分嘛，所以 Google 表单就会自动的帮我们排列成这样子。接下来我在 Add Section 新增区段，然后 Add Question。因为这道题目问的是哪2种面部护理嘛，所以 Google 表单就会自动的把这个 Multiple Choice 切换成了这个 Check Boxes。现在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这道问题问的是让他给我们的服务质量打分嘛，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一个问题。那如果他的答案是 yes 的话，那他就会来到这个第2区段。那如果他的答案是 no， 那就会直接来到这个第3的这个区段。所以现在我点这个3点的按钮，然后我选这个 Go to Section Based on Answer。如果是 yes， 那他就去到这个 Section 2， 如果是 No， 那就来到这个 Section 3。那这里我开这个必填 Required。
问题的顺序也是可以改的哦，你只要这样子拉就行了。接下来我想增添一道测试题，那我来到最后的这边 Add Section。如果你之前的 Google 表单里已经有了这道测试问题，那你可以从那一份 Google 表单里把问题导入到这边，点这个 Insert Questions， 然后选择那一份 Google 表单。这是一道测试题嘛，那如果你想给你的填写者一些提示的话，那你就可以点这边，把图片上传到这边。你也可以把 YouTube 的影片放上来，点一下这个 Select 就可以了。既然是测试题，那我们就要来到这个 Settings， 然后把这个打开。如果想让填写人在提交后知道自己的成绩，那你就要选择这个提交后立即公布成绩。如果你限定一个人可以填写或者是作答一次，那这个你就要打开。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设定改为测试题了嘛，所以这个 Answer Key 就会出现在这边了。那现在我们就要给他知道哪一个答案才是对的。点一下这个 Done。你也可以让填写人知道他的答案对不对哦。你点一下这个 Add Answer Feedback。如果他答的错的话，那你可以放。那这里呢，你可以加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给他一点提示。那如果是对的话，那你可以写一下，点 Save， 点一下这个 Done。这里呢，可以打开这个笔填。针对某些问题的类型，那 Google 表单呢有提供验证功能。那我们来看要怎么样做。我们回到前面，我们一打上手机号码，Google 表单就自动的帮你切换成这个简答 Short Answer。接下来我们点这个3点的按钮。然后选这个 Response Validation， 这里我选这个 Regular Expression， 然后这边呢我选 Matches， 然后我把 Formula 呢粘贴在这边。大马的手机号码，那开头是01嘛，那如果你从国外打进马来西亚，那就前面加6， 8和9就是代表01过后呢有8个或者是9个号码。接下来这边 Custom Error Text 我打上这行字。现在我们可以点一点预览，然后再试试看对不对。那我故意打下错的，这个 Custom Error Text 就会跑出来了 Not a valid mobile number。这是对的。至于台湾和香港的手机号码验证，我在 ChatGPT 拿到了这个格式。那希望台湾和香港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这个格式对不对。最后，你可以在表单的最尾端加上一些感谢的文字之类的。点一下这个 Add Title and Description。现在点一点这个预览，看看这个表单。名字，如果我打 Yes， 它就会带我来到这一道题目。那如果是 No 呢，那就会跳过刚刚的那道题目，直接的来到了这道题目了。
然后这个测试题选择答案，然后再点这个上面，点一点这个制定主题的按钮，那你就可以把它的字体或者是这个颜色更换。现在我们来看如何把 Google 表单传送出去，点这个 Send， 你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或者是链接，你可以复制这个链接，或者是把这个链接缩短了再复制，然后再传送出去。你也可以把这个 Google 表单填入你的这个网站。现在还没有人回复嘛，所以这个 responses 回复是0。当你不再接受回复时，你可以把这个关掉，这样子就可以了。如果有人回复了，那这里呢你就会看到有多少个人回复。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填写人回复的资料了，或者你也可以点这边 Link to Sheets， 把这些资料转换成 Excel， 然后点 Create， 你就可以在 Excel 里做进一步的资料分析了。